男孩突然注意到这个陌生男人正在不停地打量妈妈，而妈妈似乎并不反感，脸上还挂着羞涩的笑意。接着男人跳下床，小心地挤过妈妈身边，尽量不碰到她的胸部。桑亚直觉两人有点不对劲，可这时车厢另一头吵嚷起来，有人的钱包被偷了。桑亚想去看热闹，可妈妈准备和男人一起去，不想带她碍事。桑亚又哭又闹，男人见状一把抱起桑亚，把她放在自己的铺上，又给她戴上军帽，还嘱咐桑亚看管她的配枪。这荣耀的使命让桑亚顿时老实了。随后男人带妈妈穿过车厢，拥挤的空间内不经意的触碰让彼此心照不宣。这晚就算是西伯利亚的寒风也难以浇熄两人的火热。下车后，这个叫托扬的男人就成了桑亚的新爹。此时的苏联正值2战后，底层人民的生活水深火热。托扬和妈妈跑遍全城，才找到一间廉租房，可他们身上没钱，托扬便用军人身份作保，求房东太太宽限几天。在当时的环境里，军人是毋庸置疑的权威，房东太太答应了。这晚桑亚从睡梦惊醒，接着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，好像是妈妈在哭。她害怕地蒙住脸，可叫声愈发激烈，她吓得从椅子上跌了下来。妈妈赶紧抱起桑亚，柔声安慰。托扬则一脸不爽，被搅了好事。桑亚悄悄问妈妈，担心妈妈被托扬伤害，桑亚闹着要睡床，托扬自然不同意。见桑亚不依不饶，他恼了，他打开窗威胁桑亚，再不听话就把他扔出去。桑亚怂了，只能乖乖躺回椅子睡觉。这段时间，妈妈整天沉浸在恋爱的甜蜜中。多年前她怀孕没多久，丈夫就上战场死了，而现在她很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依靠。可桑亚并不开心，自从托扬出现，妈妈就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关心她了。看到两人又腻歪在一起，桑亚也想加入，可两人只嫌她碍事。桑亚羞愤交加，她抱住妈妈的大腿想抢回她，却被妈妈无情赶出了门。桑亚沮丧地到处闲逛，可没过多久，她就被一群小孩欺负了。她哭着跑回家，托扬却叫她打回去。几分钟后，一个胖子喊出托扬，他说桑亚打了他儿子，托扬应该好好教训他。托扬下了楼，走到胖子身边，骂了句混蛋，吓得桑亚直往后躲。可接着托扬一拳打倒男人，又夺烂他的自行车。接着他牵起桑亚，找到刚才欺负人的小孩。托扬像寻常爸爸那样帮桑亚报了仇。回家后，托扬让桑亚把皮带拿来，他很害怕，以为自己会被揍得很惨。可接着他听到托扬说，桑亚松了口气，心里瞬间充满感激。托扬冲他展示肌肉，还让桑亚使劲捏，告诉他这就是力量的象征。桑亚好奇地摸摸托扬，发现他背后还有个虎头纹身。托扬说，纹这个就是为了让人害怕，还告诉他只有暴力才会让人听话。桑亚听愣了，幼小的他听不懂托扬的生存哲学。可接着他看到了托扬胸口的纹身。桑亚信了，这可是让所有人信仰的伟大人物，而托扬竟然是他的儿子。这一刻，桑亚不由自主地崇拜起托扬。几天后，托扬拿着一盒巧克力出现在女邻居面前，他的风度翩翩和绅士谈吐迷倒了几个女人。他说要请大家吃饭，说话间还特意揽了揽女演员的脖子。饭桌上，托扬对邻居们的友善表达感谢，还掏出几张马戏团门票，邀请大家周末一起去看。所有人都很惊喜，对托扬也更有好感。吃到一半，女演员突然抱怨桌上的男人为什么不主动邀舞。托扬捕捉到信号，立刻起身邀请。随后两人在欢快的旋律中跳起舞步。女演员傲娇地表示自己当天有演出，不能去看马戏。托扬则毫不掩饰，问他当晚什么时候回来。妈妈坐在一旁，把两人的暧昧看得清清楚楚。马戏演出这天，除了女演员，其余人都来了。演出中途，妈妈注意到托扬偷偷溜了，她感觉不对，也带着桑亚回了家。她让桑亚先等着，然后独自上了楼。她颤抖着手打开门，里面漆黑一片，异常安静。她径直走向女演员家，托扬果然在这。她心碎了，可托扬没有被捉奸的慌乱，他只是忙着打包值钱的东西。妈妈终于反应过来，原来他深爱的依靠其实只是个小偷。妈妈劝托扬收手。尽管妈妈深知托扬不是良人，可她的意志已经在爱中沉沦。最终，她还是带着桑亚上了火车。这晚上车后，桑亚新奇地四处探索，托扬则心情大好，他很满意这次的收获。妈妈打开箱子，里面竟然有女演员穿过的那件衬衫。托扬让她明天把衣服拿去卖，妈妈不愿意，还冲她比了个侮辱的手势。之后，托扬带他们来到另一座城市，他照例用军人的身份租房，和他们混熟以后，
又照例使出看马戏的套路偷空他们的家。桑亚和妈妈就这样跟着脱阳辗转了一个又一个城市，爱情的破灭和生活的动荡压垮了妈妈的精神，她又哭又笑，全然不顾周围人的眼光。几天后，他们来到新的城市，出站时，脱阳看到远处有2个警察，而警察也注意到穿军装的脱阳。脱阳让桑亚和妈妈先走，自己则顺着火车轨道躲避追查。母子俩在外面等了很久，几小时后，脱阳总算脱身了。他们找到一栋高档公寓，脱阳抱起桑亚敲敲门，开门的是个贵妇。脱阳说明来意，贵妇表示这里不外租，但地下室有空房。就这样，3人最后只租了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。妈妈整天情绪消沉，她问脱阳不是承诺过金盆洗手，为什么还要继续？脱阳不耐烦了。这时桑亚发现脱阳枪里的零件掉了，妈妈拽住脱阳，却被他一把推倒。看到妈妈受伤，桑亚本能的拿起小刀，可看着如野兽般强壮的脱阳，他很害怕。接着桑亚羞耻的发现自己竟然尿裤子了，桑亚哭着跑进厕所，他脱下裤子拧干，自尊心受挫的痛苦让他不禁幻想，如果他真有爸爸就好了，那样爸爸就会来救他。可这时脱阳敲了敲门，他问桑亚没事吧。等桑亚情绪平复后，他带桑亚去了澡堂。想到刚才的经历，桑亚有点不好意思。脱阳安慰他，每个人都曾被吓得尿裤子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他之前被人打得尿了3天血，照样活了过来。洗完澡后，他们刚出门就碰到警察，对方要求查看证件，脱阳故作凶相，说自己在前线拼命，他们没资格检查。随后他扯开衣领，露出胸膛的纹身，那个熟悉的人头果然镇住了警察，他们放弃了检查。这晚脱阳以生日的名义请邻居吃饭，他花言巧语哄得大家很开心。就在他准备送门票时，妈妈打断了他，他不想脱阳再偷盗。脱阳强忍怒意，独自溜出门抽烟，桑亚也跟了出去。接着他发现楼上的贵妇正好要出门，看见脱阳后，他明显很开心。贵妇发现脱阳的手指受伤了，便主动提出要带他回家擦点符。桑亚跟在后面，看着脱阳走进贵妇的家，他着急地趴在门上，害怕贵妇会抢走脱阳。进门后，脱阳四处打量，这里值钱的东西不少。贵妇帮脱阳处理好伤口，四目相对间，脱阳读懂了他的眼神，两人迅速啃在一起。可很快他们被敲门声打断，2个小孩告诉贵妇，桑亚正爬在消防梯上找脱阳。脱阳看向窗外，桑亚一脸无辜，他困在梯子上动弹不得。脱阳没犹豫，他直接从窗户爬出去，还顺手拨开了窗户插销，然后护着桑亚一步步爬下去。这晚脱阳请贵妇去剧院看戏，直到落座时，贵妇才发现妈妈也在。她尴尬地坐在2人中间，对当前的情况无比困惑。戏刚开场，脱阳就说要出去抽烟，然后带着桑亚回了家。他让桑亚爬梯子，可桑亚不愿意，他不想当小偷。于是脱阳骗他自己在帮斯大林执行任务，如果桑亚搞砸了，他就是间谍。天真的桑亚只能乖乖听令。脱阳把他荡到窗台，桑亚从小窗爬了进去，可随后不管他怎么努力，窗户都打不开。正在这时，楼下来人了，桑亚急了，一个猛拽，窗户终于开了。进屋后，脱阳正准备把这洗劫一空，可楼下的大妈早已看到一切，她要报警。脱阳慌了，他只能放弃到手的肥鸭，赶紧带着桑亚跑路。另一边，妈妈也早就溜出了剧院，赶来和脱阳会合。脱阳计划去下一个城市，可妈妈已经厌倦了。Ухожу я от тебя. Ну давай. Может, кого получше найдешь? Может. Но любить так не буду. 脱阳把母子俩送到火车站，上车前妈妈舍不得，想让脱阳跟他一起走，去过安稳日子。Мне моя жизнь нравится, и другой не надо. 脱阳蹲下身跟桑亚告别，把身上唯一的金首饰送给他。火车发动了，这时桑亚才意识到脱阳是真的要走了，他感觉自己被背叛了，转身把金首饰狠狠摔在地上，然后不管不顾地跑远。此时远处巡逻的警察注意到这边的动静，脱阳转身就跑，眼看快被追上，他冲着对方撒了把盐，可这次他的幸运用光了，而本该离开的妈妈也没有登上那趟火车。他跑到警局为脱阳求情，警察并不知道脱阳是小偷，他只想救袭警，这是狠狠敲一笔。妈妈赶紧跑出去问桑亚要金子，桑亚慌了，他立刻跑到铁轨上去找。母子俩在浓雾中找了整个晚上，才终于找到救命的金子。可等妈妈回去后，警察已经换班回家了。就这样，脱阳因为袭警被判了7年。监狱转移犯人那天，妈妈带着桑亚等在外面。Эх, сыночек, сыночек, если б ты тогда не побежал, был бы он сейчас с нами. 桑亚很羞愧，他知道妈妈说的是真的，
不久后，犯人被挨个放上囚车，围观的人努力向他们传递亲人的信息。几分钟后，托扬出来了，妈妈大喊着他的名字。桑亚钻出人群，朝囚车跑去。他终于喊出了那声爸爸。可惜的是，这个爸爸最终也离开了他。几个月后，妈妈因为流产而死，留下幼小的桑亚孤苦无依。茫茫大雪中，桑亚守着孤坟，担心妈妈太孤单，他拉来了很多废弃的铁架，围在坟包四周，这样就能保护妈妈。从那之后，桑亚进了孤儿院，他唯一剩下的，除了一把枪，还有对托扬的念想。几年后，桑亚长大了，他每天跟朋友在铁路上厮混，拿走一切能卖的东西。这天，他无意走到一个废弃的车站，却听到一个人在弹唱，那声音很熟悉，他的心瞬间揪了起来。他慢慢走近，那人竟然真的是托扬。托扬没认出他。Я Саня. Я Катин сын. Катю помните? Какую, Кать? Ну, в поезде. Ну, с маленьким мальчиком, помните? Постой. А ее Катей звали? 桑亚感觉四肢被寒意侵袭，他僵硬的动不了。恍惚间，他看到托扬向女人解释，他和妈妈只是逢场作戏。Скажи, Молчи! не сын ты мне, слава богу. Ходи! 桑亚醒了，曾经的温情和对父爱的期盼，在一瞬间化为泡影。托扬最后说，让桑亚向妈妈问好。可接着他发现，桑亚又尿裤子了，他捂着脸跑远了，而托扬的眼神也变得莫名悲哀。桑亚想要的父爱，女人想要的情爱，他一个都给不了。这晚，桑亚拿出托扬留下的枪，然后偷偷跟着他。托扬提了2大袋东西，显然又干起了老本行。桑亚举起枪，在火车发动的那一刻，扣动了扳机。就这样，桑亚杀死了背叛自己和妈妈的托扬，也亲手毁掉了自己对父爱的幻梦。几十年后，车臣战争爆发，桑亚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军官。这时他才明白托扬曾经说过的话。车站里聚集了很多难民，桑亚被一个老头缠上，对方吹嘘自己在战场上的光辉事迹，故事和托扬说的一模一样。他不敢置信走上前，扒开老头的衣领，看到那个熟悉的人头，他异常激动，可老头没有回应，他已经死了。桑亚这才想起看看老头的后背，那里没有虎头，原来是他认错了人。桑亚怅然若失，或许在这个时代，人人都是托扬。桑亚让军队把女人和小孩带上车，车刚走，有个女人突然来问他要伏特加，他以为对方是酒鬼，可女人只是为了浸湿毛巾，然后给发烧的儿子敷上。看到这对母子，桑亚想起曾经的自己和妈妈。动荡的时代下，普通人的劫难似乎永无终止。他痛苦地转过身，背上赫然是一个虎头。这部电影叫《小偷》。2战之后的苏联，底层人民的生活朝不保夕，找不到归属感和寄托，而桑亚妈妈和托扬就是这样的缩影。妈妈想要爱，桑亚想要爸爸，而托扬则想掌控命运。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，身处其中的人无能为力。托扬永远倒在了车厢里，而桑亚也成为时代的棋子，目睹着更多无辜的人成为妈妈，成为桑亚，成为被命运变得残酷的托扬。